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随着骑士之路的结束，最让我们期待的今年第3赛段的季后赛大战也正式打响了。那本期我们就来和大伙儿聊一聊 LPL 目前最有机会去 S 赛的几个队伍的情况，也算是为第3赛段做个总结。篇幅有限，本期会重点聚焦在 LPL 头部队伍的结构与他们的改变上。重点呢不是现在的成绩，而是他们的可能性。即便是季后赛我也认为是为世界赛准备的试炼场。而 LPL 的4个门票，真说竞争多激烈其实也激烈不到哪里去。其实就看最后种子的排序吧。那大伙觉得 LPL 前4名谁最有可能爆冷，谁最有可能夺冠呢？评论区欢迎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等这个月比赛打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高僧预测。我们当然得先从最近状态火热的 IG 开始聊起。不得不说丹尼教练作为名教，手里是真的有2把刷子的。就大伙不要老把教练的能力完全挂钩在 BP 上，而是得看整个队伍的建设。我们抛开具体的某一场 BP， 而是放大到整个赛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 IG 这个队伍跌跌撞撞的，但一直处于一个进步的过程中。从一开始第1赛段小组赛输给 NIP， 到后续呢淘汰赛1轮游，再到后面第2赛段常规赛第5，季后赛第3，而如今第3赛段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常规赛第2的成绩。而从目前的表现来看，完全可以说 IG 是冠军的有力竞争者。IG 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但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哪怕过程中有过什么无大招流的阵容有过什么选手低迷，包括说第3赛段对吧，输给方 plus 的爆冷。但我们从最终的结果往回推， IG 它确实是稳中向好所以从这里来看，丹尼教练确实在对选手的把控和调教上有一手。我先放一段今年1月我对当时 IG 阵容在组建之初的个人看法。我个人角度 ，IG 这个队伍要面临的问题并不少。展现在游戏内容内，就是这个队伍前中其实缺乏主攻点的。每个冠军选手他都有自己的路径依赖。杰杰和 Miko 这对野辅在夺冠那年，主打的其实是防守和运营。S11 EDG 最擅长的也是对天气、防守发育。我等 C 位成型打大团。而 Rookie 与 Scott 是完全不同的中路类型。Rookie 擅长的游戏节奏是我先赢线，然后再辐射队友，在中期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抓机会去滚节奏，而不是像 Scott 那样发育接管后期团战。简单讲就是杰杰更擅长于少对抗多运营，他去打那种该打的架，而 Rookie 擅长的是多对抗少运营，用对抗逼迫对手出现不想打的架。所以杰杰和 Rookie 他不是一插即用的中野组合，是需要时间去适配的。结构性问题一直是我觉得 IG 今年最大的课题，因为很多东西它是性格习惯的结合，你要说改很难，这也是常说的走出舒适区。我们回头看 IG 在第1、第2赛段，丹尼和几个选手他们都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想让选手走出舒适区去磨合。比如第1赛段和第2赛段，由于时光杖强势Rookie 他得被迫放慢节奏，开始去打一些边线发育Rookie 当然也可以做到，但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中野的联动它串不起来，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包括第2赛段末尾速龙版本IG 也让 Gala 和 Miko 去承担一些强节奏的英雄组，得选 Nico 维鲁斯这些去强打线。这些非舒适区打中下游队伍它够用，但面对熟练度更高、配置不错的队伍 ，IG 往往会打得很挣扎。这种状态下，大家会感觉打得很累。就拿第2赛段 MVP 拿的最多的 The Shy 来讲，他在 IG 呢，他要承担的职责是最多的，因为 IG 他一直在试不同的战术体系，所以 The Shy 第2赛段足足有16种不同的英雄选择，只比杂技上单圣枪哥少3个。从 carry 型的格温杰斯到节奏边线的玄木豹女，再到双恩大肉，包括一些特解英雄，基本上 The Shy 各个类型都玩了一轮。虽然 MVP 拿的也多，甚至玩波比这种上单大肉都要打出 carry 的效果，但这样其实反而太依靠个人发挥了。不仅仅是 The Shy， 其他选手包括已经离开的杰杰都有很多那种关键先生表现，但这样的画面越多，其实是队伍结构不够稳的体现。善战者不赫赫之功我不是说打明星球不对，但大伙得明白这只是常规赛强度，如果打这种强度都那么累，那一定是打得不那么舒服。可以说 IG 结构问题它一直存在，只是丹尼用压抑选手的方式强行把 IG 捏合在一起。IG 几个选手我们回头看第1赛段开始到现在基本每个位置都有被爆喷过，因为结构性不对所以不同版本的不同生态中都会有不同位置的不舒服，而不舒服就会犯病。人只有在自己舒适区才会舒服这虽然是一句废话，但选手的上限还是得在自己舒适区里完成的，除非是完全蜕变。可以讲过去 IG 的表现不过是丹尼的权宜之策，一定程度的压抑了 IG 每个位置的发挥。我并不认为 IG 的选手没有说想走出自己舒适区的决心。事实上，今年我也看到了大家的尝试，但很多事情不是说想改变就能改变的，确实它需要时间。可 IG 这个配置，时间就是最缺乏的。所以第3赛段看到威的加入，我不是特别诧异，但我以为IG 会保持打野轮换来作为保底。但丹尼教练再次展现了他独到的眼光，他非常迅速的把威给扶正了。我当时觉得威会让 IG 最舒服的一点就在于对 Rookie 的解放，因为威本身是一个很主动的
指挥选手，和沟通相对不那么强硬却拥有超强执行的 Rookie 风格上确实是非常适配的。但丹尼的妙手在于 IG 在威的加入后，不仅仅是解放了 Rookie， 而是很吊诡的把 IG 5个人的舒适区给摸回来了。我稍微举个例子，大伙就知道奇妙在哪儿了。打镖局第一场，首先 IG 是开局不利的嘛，猴子前期差点被排，导致威无法判断潘森的路线。那猴子虽然1v1不虚潘森，但猴子毕竟是一个6级发力的团战英雄啊，所以打野的常规逻辑肯定是防守速刷第一轮。但 IG 下路呢，打出了本场的第一个变数，他们打出了镖局落的双招，所以威马上意识到下半区可以出现了入野的选项。既然 IG 没法判断潘森是红开往下还是蓝开往上，那我可以肉身去看嘛。此时就有2种可能，第一是潘森红开往下，那猴子能第一时间和潘森在这里墨迹。当然，因为要绕，所以反野可能不一定能反到，但自家毕竟下路是优势，这里能够阻断潘森帮下。第二种可能呢，则是潘森他是往上刷的，那野区就纯空嘛，猴子就是一个拿信息。当然下路如果出现机会，也能约他什么的。但2种可能其实都是在用野区自己的节奏去换下路节奏，也就是说，即便有击杀，野区发育节奏都是亏的。可以说怎么选都会亏节奏。尤其威他还知道 F6处镖局他有人来点眼的情况下，那他还要额外的花时间去绕这个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打野选手都是不会做这种交换的。毕竟我是一个猴子啊，但威就是会做这种决策的选手。再次强调啊，没有对错和好坏，这种就是风格差异。而拿到打野信息后，这时 The Shy 做了一个个人风格化的处理。正常来讲，面对打野在上半区的情况，上单的决策会是一个缩，但 The Shy 不一样，他已经通过卡线把线放在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此时确认了潘森所在的半区 ，The Shy 他反而选择了 all in。这时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 The Shy 他是连磕了2瓶药的，他知道此时就是他视野范围内能够给他最后一次出击的机会了，这也是最体现 The Shy 游戏智商的地方。这波 all in 直接把狼弩打到了大残，就血药加饼干都只能回到一半的程度。虽然兵线会因为这波处理变成往兵塔下的回推，但朗姆的状态几乎就没法去把血量拿去处理兵线了。但朗姆这个状态就会让兰博面对2打1时也有机会去换，所以实际上这波换血换闪是解放了兰博去河道插眼这个选项的。因为兰博他面对右边这种上野组合，如果是满血对满血，朗姆的站位可以靠得非常前，但血量下半，朗姆就只能站后面了。此时兰博就完全可以只把眼点在线上，因为朗姆没法逼身位。这个地形，兰博捏着 W， 哪怕潘森从河道过来闪现做，也不可能留，因为朗姆跟不上。所以当兵线往镖局塔下推的此刻，兰博站位他就是靠上草，然后很自然的点上草眼。这里兵做什么眼睛都没用，因为可能性都被封死了。可以说这一轮为入野虽然亏了自己的节奏，但下路能保持自己的优势，而上路也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压制。IG 以很风格化的处理完成了不同位置之间节奏的转换。那在镖局的视线里，那猴子更是没漏过，也是一个顺刷上来的。所以 The Shy 这波啊，甚至还多帮威控了一组河蟹。这里我们再稍微回头看一下威的后续路线，在亏了第1轮节奏后，他也依旧没有想说，把自己的刷野节奏补回来，没有说我从3狼这样顺刷啊，而是直接吃蓝。这样的好处是，如果上路有情况，他能第一时间下河道。但是从打野自身的发育角度，这就是纯亏节奏了，因为第2轮野怪刷新会晚。然后更变态的来了 ，IG 下路再次打出优势 ，Miko 这里操作很细腻，牛头快慢刀打断了洛的第1段 E， 打了一波敲晕，导致洛又爆了一大波血。变量来后，威他又变奏了。正常来说 ，IG 这个阵容是不能支撑猴子前期动龙的，因为土龙真的太肉了，猴子硬吃的速度太慢。如果你下路来帮打，我不说潘森阻拦不阻拦，最起码于娜娜会亏一个回城的节奏。但威选择5分钟直接绕来偷龙，相当于再一次用个人节奏去换团队节奏。可以说威前期3波选都是牺牲自己的发育来换团队的东西。当然也确实迷惑了镖局，这里 Shadow 一直都以为猴子是正常的发育刷野，还拼了上野区。而当镖局发现丢了第1条龙后，他们的反应很快，你猴子这样吃龙，上野区肯定没清，所以镖局马上组织了进攻。而这时就得说到 IG 的第2个点 Rookie， 这波上路的1血除了兰博的大招完美外，大伙得注意到 Rookie 啊，本来潘森和朗姆是准备往中撤的，但发现安妮先来，镖局上野才被迫回头。安妮其实是没大的，他的熊之前已经被镖局清掉了，镖局这边又是岩雀，理论上来说先抢中线的镖局中府才是这波该先到的一方。安妮为什么能先考？因为 Rookie 直接硬亏了一波线啊，他用自己的经济为代价换取了先落位的机会。可以说 Rookie 虽然啥也没捞到，但这个1血他是有功劳的。这里如果潘森安然离开，说真的，猴子这条线发育节奏就真的止不住血了。这种不是 Rookie 他的临时起意，而同样也是 Rookie 的风格化决策。我们往后看，在上路被岩雀抓死后 ，Rookie 本来是可以回城补给的，他身上的钱也够了。但由于 Miko 他在帮The Shy卡线，所以下路Gala他是一个单挂的状态，而镖局潘森也有6了 ，IG 他也在猜潘森可能在后面。这时下路是非常危险，但Gala他得吃线了，因为他是云阿娜。
娜她是核心，所以这里 Rookie 再次牺牲自己的节奏来保 Gala 的发育。标剧就是因为睁眼这里发现了安妮在靠，才选择说了后撤。如果没有安妮取消回城往下靠的这个动作，这里标剧哪怕下路没溜也完全会做脏月的。标剧绝对不是那种我3月1还不敢跟你操作的队伍，所以从前面的风格我们也能读懂为后续啊为啥做这样的决策。明明下路没线，他还有人头经济，为什么不补装备赤红然后靠潮虫呢？明明没有视频眼，自家牛头也不在，他却还想着进河道甚至抢河蟹呢？因为他想当人肉眼，想拿潘森的信息。也是在中野这样的连环吸引注意力下，云娜娜顺利的度过了这波承压期。就包括后面的峡谷，你也能够看到 Rookie 和威是亏自己发育节奏去控的。所以这把即便 Shadow 前期死了一次，但对位上他一直保持着4无足野的野怪领先。其实我们从理论的视角来看 ，Rookie 和威啊为团队牺牲太多了。但我们回到选手视角，其实这就是他们的舒适区打法。这场 Rookie 的安妮虽然发育不如岩雀，但他的发挥其实是没问题的呀。180的伤转，关键团也有精彩的限制发挥。而 IG 这把以中野自身发育为节奏喂出来的兰博和云阿娜也都打了3万多的输出。IG 的局部选择可能从上帝视角看有些极端。你像魏这里在对位刷野领先的情况下，吃完3狼不选择吃蛤蟆，不选择回家补坟天，而是去中路抓机会，就看着很奇怪。但 IG 的上中野都是这种非主流的决策类型，可确实也得承认 Gala 舒服了 ，IG 也舒服了，甚至这些牺牲的点他自己也很舒服。就这种非主流变数，反而让 IG 的整体节奏变得流畅。第二赛段啊 ，IG 的控龙率其实并不差的，也是前3，但那时会为了资源亏很多，显得就很公式。而现在 IG 的控龙率来到了第1，反而很多团是在团前 IG 就已经完成了铺垫。IG 为什么能开始大量的让 Gala 选这种核心英雄？因为上中也能创造的变数节奏够多呀，他能在前中期5花8门的起节奏 ，Gala 和 Mako 就不需要逼迫自己硬打线、硬去抢节奏、去撑游戏的前中期了。Mako 和 Gala 的下路组本来在对线端就更擅长打那种防反对局，就是对手有进攻压力时，我顶住就等于我有优势。那这个时候 IG 下路就反而能够拿优势，所以现在既贴合了版本，也舒服了自己。何况 Mako 在团战怎么保护 AD 上也是顶级，甚至因为队友可以做援护，他也一定程度的解放了 Mako 的游走。IG 不用说，你下路一定要赢线，辅助才能动了。就 IG 打的也不是很传统，但确实是以很不科学的逻辑达成了很科学的闭环。IG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板，就是以下路卡莎、于阿娜、轮子妈霞这类能兜底的英雄为 BP 的主轴，让中野去撑前中期的节奏。同时呢，上辅可以看 BP 情况去做一些变化。威和 Rookie 他又是靠打法去起节奏的，而不是说我靠英雄选择，所以对手也很难通过搬英雄去限制他们的风格发挥。2个人都打得很舒适。当然你说 IG 现在这套板子有没有缺点啊？肯定有，任何打法都是有缺陷的，关键是如何规避嘛。强入奸计，人家也不会说我就要练个德莱文、盲僧、塞拉斯、鳄鱼、水鬼这样的前期速攻阵。但 IG 现在确实属于进入到我有强队框架了，现在我们要往里面填东西的这么一个环节。而过去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我认为 IG 之前更多的是靠选手强，所以选手的上限往往就是队伍的上限，很看临场发挥。这也导致 BB 端我们会看到一些放大选手优点而做的一些极端选择。而现在来讲，队伍打法完成了逻辑闭环，前期靠谁，中期靠谁，后期靠谁，劣势靠谁，然后 BP 的主轴是谁，变量是谁，都有的情况下，就进入到那种各司其职的环节了。此时每个人需要做的事情反而变少了， BP 的压力反而也小了。新结构当然有新的毛病，目前最明显的问题还是之前就提到过的15分钟这段初步的抱团期啊 ，IG 遇到对手预期外的反击时，他会有点舍不得卖人，就出现葫芦娃了，导致中期的一个小节奏滚成一个大节奏。这点我觉得是因为 IG 对于节奏变化极其敏感，所以当对手做一些非常规反扑时，他们反应会有点过度，但比起缺点，现在队伍确实看着很舒服。接下来最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版本更迭中保持队伍的竞争力，无论是季后赛版本还是世界赛版本，因为都会有版本变化嘛。而像兰博啊、云安娜、格温这些对于 IG 战略价值很高的英雄的削弱，也要让 IG 重新优化自己的战术安排。何况 IG 这套板子啊，也不可能 BO5 盘盘都用，任何队伍的强项基本 BO5 里面能够拿2分就不错了，所以还是得需要一些变化。而 IG 如果能够有第2个形态，也能够达成现在这套板子的竞争力，那就真的很有戏了。不过目前的重点还是版本变化这关能不能妥善解决，那还没有到松懈的时候，继续努力吧。
聊 IG 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聊结构，主要是想大伙抛开局部战役的印象，去更整体的看队伍的变化。而在整体走势来讲，滔博确实是整个 LPL 最稳定的啊！我知道会有朋友开始吟唱了，我也知道会有朋友想起了先锋赛的惨败，包括第2赛段季后赛的惊天大爆冷，让很多人对滔博哥很悲观。但从常规赛这样一个长赛程的结果来看，滔博真的稳定的可怕。第1赛段最终第1，第2赛段常规赛第1，第3赛段常规赛还是第1。先别管后面的故事，但起码成绩稳定啊。但滔博今年最核心的问题也是稳定性太差。第1赛段在大伙都不稳时，滔博能够做到1传5，但当大伙都开始越来越稳时，滔博犯病的问题就需要解决了。第3赛段呢，滔博用刘青松换来了第2赛段发挥非常逆天的航。我承认我当时质疑了，但红米最终用常规赛第1加航1阵的收尾，证明了明教的眼光。先不说先锋赛的糟糕表现，也不要跟我提什么第2赛段的爆冷，我就问你常规赛这一块稳不稳吧？红米这个教练他对于队伍结构是有清晰认知的，跟丹尼这种边打边磨合边调整不同。红米呢是从看到队伍配置的第一眼起就想好了整个队伍的核心结构应该是怎么样。队伍其实有一套擅长的打法结构就已经够用了，只是现在全局 BP 嘛，你要赢 BO5 的话，最好还是需要一套备选方案，最好有个形态2甚至形态3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那滔博就属于形态1、形态2、形态3都很平均，大部分体系他们都玩得很好，打不好的体系我就硬练，以至于我们看到第2赛段小奶油狂玩了14把沙皇，你不熟我练到你熟啊！红米就是这样，所以第3赛段滔博沙皇体系肯定也能用了，可是呢强度又没达到歼几那种无敌的程度。如果说 IG 的主形态它是 T1 级，其他形态是 T2， 那么滔博就是很多形态都练到了 T1.5。所以在 BP 来说，他们有不容易吃亏，也不好针对。可红米这个教练和其他教练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对于明星选手的调教方式，他的手下往往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你能做的事情越多，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越多。而很多教练是那种你擅长这种，那你就一直这样就好了。当年2-3金虽然结构上是上路抗住压，中野撑节奏，下路兜大底，但实际上左手不但要承担队伍的节奏责任，还得选杰斯、Nico 这种去做对线压制，我还得去玩开团的安妮，甚至当时流行过一阵的边线的 AD 妖姬，你都得玩。你个人能力越强，所以你就是得在队伍中做那个不断适应调整的角色。即便是69和卡纳比的勇烈双子时期，那时的69他也是要做队伍全能王的。而现在的滔博在做类似定位角色的是 J.K. Love。J.K. Love 在第3赛段的发挥，我认为是非常好。这个好不仅仅是数据面的好，而是他作为 ADC 位打出了远超其他同位置选手的战局影响力。这点从 BP 到局内都是如此。大河你可以玩，节奏可以玩，压制也可以玩。可以说滔博的整个战术轴心都是围绕着哥哥在转。J.K. Love 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啊！9次 MVP 冠军 LPL， 卡利这个 MSI 0胜率的毒瘤下路，在第3赛段也全面遇冷嘛，登峰组都没什么人选了，就滔博还在拿，而且我不但拿，我还能赢。同样情况的还有卢锡安嘛，由于手比较短，后期作用也有限，所以很多队伍是拿来扛同样中期发力、同样手短的飞机的，但总胜率呢也不够50。但哥哥的卢那就有80%胜率，而且开始使用布隆这个经典大字头，更是一场未败。在大河方面，云娜娜哥哥完全掏得出来，卡莎、轮子妈这种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小火龙这样的出手。红米在抬明星点位这块抓的就很准，把哥哥的多面手属性彻底挖掘了，而哥哥也确实回馈了团队。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滔博的换人变化就很清晰了。刘青松偏好游走，在带节奏能力上确实优秀，可刘少的打线英雄储备不足啊，所以下路的可选实际上是被限制了的。刘青松虽然能够创造名场面，但也会创造名场面。从队伍结构来讲，他和卡纳比有一些属性上的重合，所以滔博前2个赛段就处于进攻节奏拉起来时，队伍的攻击力非常强，对手越和他们对攻，他们就越开心。可对手一旦开始减少团队的碰撞和节奏碰撞，专心打对线和运营，这时滔博就很难受了。先锋赛的惨败和第2赛段的爆冷输法也都很类似，就是对手不和你无脑干架，而是我先通过兵线处理，我逼迫你滔博自己急躁。而滔博的主指挥已经有打法很暴躁的卡纳比的情况下，你再搭配进一个激进的刘青松，确实不符合红米以来均衡构建队伍的风格。这也是我觉得滔博没有选第2赛段发挥更好的2哈的原因。如果大家有听过微博的沟通语音，就能够发现2哈也是那种声量很大的指挥，而对于滔博的指挥系统而言，不需要那么多指挥的想法。所以航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合适，你就做队友的响应和策应就行。在这个结构下，航不用勉强自己去做第1开团手，队伍他也能够有个很好的结果。航从前几场手有点紧，操作还偶有下饭，
到后面节奏越来越紧凑，发挥越来越好，甚至 MVP 都拿了4次。如果说 IG 它是找到了合适的结构，那么滔博就是优化了结构。那滔博这套结构的压力点在于中野，卡纳比和小奶油其实打法都偏 carry 嘛，滔博也并不缺 C 位，但小奶油又不是那种老道的中路类型，它和卡纳比的舒适区并不一样。去年小奶油在滔博定位是前期对线、中期刷边线的极致打手，所以去年 AD 中路的时候，滔博的竞争力是最强的。但卡纳比也要吃资源，也要 C 啊，那中野这块怎么分配呢？小奶油毕竟不是牙膏这种很善于沟通交流的选手，也没法像23年左手那样能兼顾对线发育的同时还能看队友。那这时就能体现红米的聪明了，他在现在这个队伍架构下，居然真的做到了让本身结构有一定冲突的中野都能相对舒适的进行游戏。整个调教的逻辑也非常简单，那就是让选手的游戏决策简单化、粗暴化。现在的小奶油在游戏过程只需要围绕着一个事情来思考，那就是如何赢线。你只要有线，就是给野区创造的空间。如果双方血量够低，那卡纳比闻着人头就来了，那节奏自然就不缺了。那这时我知道朋友会说嘛，你中路无脑推线换血的话，那防 gank 怎么办呢？这又来到了卡纳比的环节。野和选手对于野区对位的动向是很注重的，而想要骗过卡纳比，选择变奏针对中路，往往会录信息，这就会给卡纳比做后手的空间。这也是卡纳比非常擅长的敌暗我明的野区博弈环节。比如这里打 BLG 的第2轮的第2局，这把卡纳比拿吉来 counter 巨魔嘛，他有主动权，而中路维克多打安妮，这个对线安妮反而是不那么舒服的。但小奶油依旧是硬推线加换血的打法处理，给到了巨魔变奏来抓的空间。那安妮死后，巨魔漏了信息，可以看到卡纳比利用巨魔要吃下3组的这个信息，补完装备后主动去下河道碰，抓的就是你巨魔掉闪的差值和中路先 TP 回来的优势。其实这波不能怪 Shadow 不小心，他下路有限嘛，觉得劫不会来那么快。那这里就是卡纳比太果断太敢操作了，正常的劫基本多吃个河蟹就算了，毕竟滔博下路此时是被推线被驱赶回家的，但卡纳比他就是判断我就是能跟你 all in 到底，他属于那种该拼操作的时候是一定敢拼操作的类型，所以卡纳比的虐菜能力啊是毋庸置疑的，对手稍微犹豫就会被他操作，并且狠狠的滚起雪球。这波也是给到了卡纳比启动资金，最终是以非常华丽的数据带队翻盘，而这把小奶油数据就比较爆了，所以滔博的中野给出的难题就是你不限制我中路，我中路无限压线，然后打团和卡纳比一起发挥，而对方打野想限制小奶油的推线，你得先绕过卡纳比的抓对位，还得防卡纳比后续的反制，就相当于一个双保险。要么呢对线强度持平甚至大于小奶油，要么野区防守是完全滴水不漏。所以打大部分对手，滔博的中野都能在自己的舒适区爽完，而在舒适区时，选手的进步也会提高的很快。所以我也感觉到小奶油明显比第一赛段的沟通要积极很多，这点啊是值得点赞的。加上69啊，在防守这块是毫无疑问的专家级，他属于你想要进攻我，我的防守选择非常足，而你想跟我69对混，抱歉，我还有纳尔、剑魔、兰博之类副 C。所以滔博的队伍结构也是达成闭环的，上路主防守，中野发育兜底团战，而下路则提供 BP 变量，以做不同的战术支撑，非常正统。所以可选的战术体系也很多，除了 J.K. Love 要稍微打得有点累外，大伙都能在自己的舒适区游泳。常规赛第一并不意外，但长远看还是有隐患，得试点版本。比如对方中野强度上来以后，卡纳比的发狂是不分场合的，比如上路遇到猛攻，他是会迷糊的。再比如万一哥哥状态低迷怎么办呢？所以滔博的舒适区啊，它的结构看似传统，可达成的方式是取巧的。一旦对手看透了这一层，针对下路和野区做布置，那滔博就很有压力了。滔博这套啊，在选手状态好、判断对的时候 ，OK， 竞争力很强。可一旦有环节出了问题，容易自己出问题。这点在滔博玩下路大河时能明显感觉到，因为不同的战术理论它应该有不同的主导嘛。可滔博就太以卡纳比的思路为主导了，导致对真正的核心保护不足。你像这场打FunPlus 的这波团战，几乎就是以前排为核心进行的团战内容，实际上围绕着 AD 打运营，滔博完全可以拖到有防装去终结比赛的，但就是因为团战处理的太急躁，完全没有等落位，反而是自己把团战画面送给了FunPlus。可以说滔博虽然表面上玩的体系很多很丰富，但本质是压榨 J.K. Love 的上下线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哥哥一旦状态低迷，队伍里是没有人能兜他底的呀。即便69是偏防守的选手，但他做不到完全放弃自己的发育来换取队友发育的这种程度。而奶油和卡纳比那就更不可能了，奶油呢是不会，而卡纳比就根本没这习惯。所以滔博其实挺缺牺牲位的，需要有那么一个吃草挤奶的角色。这点还是得看69吧，他可以多尝试一下学圣枪哥之前的打法，牺牲
一些自己的节奏去给团队买单。我不是说369目前打的有什么问题，而是我觉得他后面需要再进步一点，再改变一点。毕竟比起改变卡纳比，我觉得还是让69做好准备更实在一点。而且目前滔博第一、第二赛段积攒的积分太少了，所以季后赛的压力并不小哦。加上他们又有爆冷的前科，所以滔博这个队伍先质疑再质疑好吧。答应我，就算是陀螺也得当最强壮的那个，就算是个区也麻烦蠕动到世界赛好吗？接下来聊聊标剧，说真的，聊太多有点腻了呀。做了首轮全胜，但第二轮开始逐渐发狂的队伍，他们的问题有老生常谈的碳回合习惯，也可以说是某个选手的状态。但我觉得最本质的还是队伍没有构建新结构的能力。宫野革命其实从来都不是说找一个更适合标剧的打野，而是去找勋的替代品，然后回到他们认为的那个巅峰。标剧的队伍结构是很标准的双边线压制，用线权优势不断的压迫对手，尤其是下路有欧恩这样的进攻怪才，他能够选很多不那么正统的辅助，让下路的选择更丰富，所以往这条路走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23年标剧一路磨砺出来的成功。所以为什么去年他们打滔博这种同样以下路为进攻轴线的队伍，标剧他能够一直做到压制滔博？因为滔博他即便上到德莱温这样的对线强度，标剧他也能套出什么青钢影来硬跟你抢线权。而双方打野把重心放在下半区时，那么也能够给兵拉开一个立棍单打的空间，再加上有左手嘛，所以标剧的舒适区一定是基于下路线权为起点的。事实上，去年春季赛的时候，标剧这套板子确实也没毛病。常规赛他轰下了15-1的成绩，季后赛也就是滔博哥稍微造成了一点阻碍。可卓哥太坏了呀，他把换线重新带回职业赛场，换线战术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标剧这套结构的理论下限，极大的限制了标剧滚雪球的习惯。其实从那一刻开始，标剧这套底子就已经坏了，打不过对线，我能通过不停的跑线去避战呢。所以去年 MSI 开始后的整个夏天，勋都迷失了，甚至在 AP 野核版本他都频频失误。勋这种野核选手怎么可能是不会刷？他的问题主要是节奏乱，这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状态原因，但此时他们就应该明白，标剧这套打法底层逻辑需要重塑了。只是打野呢，他作为整个队伍节奏最明显的位置，他一定是第一个出问题。但标剧当时的想法是不改变原先的打法结构，而是依旧靠线权去拿优势。但我们在资源团这块呢，做得更紧凑一些，指挥更统一一点，所以呢，就找来了威这个当时版本的特效药。可版本一旦改变，队伍又需要新的抗体了呀。世界赛上 AP 打野死绝，当时蝎子打野虽然定位是肉，但那时他数值够，出的是星之刚的 carry 打法，这时需要打野来 carry 团战了，所以更擅长这块的勋他又上位了，但本质呢没有区别，都是版本特效药。标剧的这套结构其实是在去年春季赛打完就已经失去底层逻辑了，因为换线根治不了。但标剧今年就一直应用选手的天赋去抬这套被限制了的队伍结构，所以隐患就会一直在，只有通过让打野不断的调整节奏来适应。就拿 BP 来讲，你想要让选手舒服，你就很难做的有容错。Big Way 确实有的时候选的逆天，但如果选手想舒服，那就很容易选的逆天。比如标剧的朗姆体系，标剧算是全联盟最爱玩朗姆的队伍了，毕竟朗姆能够放大兵的 carry 优点嘛。朗姆本身胜率一直都很低的，但标剧的朗姆就是玩了8次，而标剧的朗姆胜率是很高的。但我们从 BP 的角度，上路既然选了朗姆，你打野就肯定不能选坦克嘛，不然朗姆一个人冲进去就没意义，得配上版本强势的冲阵战士。但问题是，标剧又会想着，我下路也要追求赢线，注意是赢线，而不是说拿线。那此时辅助你就不会去拿一些优质的前排，所以像硬服里的牛头欧恩是玩的非常少，3把也都是搭配轮子妈这种有限的下路来用。选朗姆加战士打野后，标剧会惯性的选择进攻性强的下路组。比如打滔博这场，辅助就是配的妮蔻，哪怕是泰坦，其实在这个版本坦度也完全不够用。而这样一旦在资源团晚落位，团战就几乎很难玩了。但问题是，标剧这个队伍，他们又不太有人会牺牲自己的节奏去换团队舒服，大家都是比较以自己的节奏为主。比如这场打 IG 这里 ，IG 他先落位后，标剧根本靠近不了龙坑，IG 都把龙吃完了，标剧才刚刚挤到3条草。那为什么标剧来晚那么多呢？首先 Shadow 要回家补焚天，所以把野区位置很简单的让了出来，让他一个人补焚天就算了嘛。那上路由于 The Shy 用大招洗了一波线，所以兵他也选择了多清一波，野晚踢了，所以你等我，我等你，前排都这样，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个人节奏来换取团队优势，那自然是龙都打完了，标剧才姗姗来迟挤过来打团啊，最终只能是选择顶着劣势位置硬操作。这波你别看兰博没大 ，IG 其实唯一的意外是岩雀的盲视野大招把安妮给阻，不然洛被补一个眩晕 Q， 根本标剧就没有后续反打的可能。所以很多时候标剧的比赛就是很吃选手状态的。你要让选手打得舒服，他们爱玩的阵容就没啥容错，而玩有容错的阵容，标剧又不在选手的舒适区，会打得很急躁。标剧慢下来的阵容玩的是完全不行。我很难想象 Elk 于娜娜这个英雄只有25的胜率，远远低于平均值。
而轮子妈也仅仅只有2胜。Elk 兜底英雄里胜率最高的其实是老底库霞洛，但和 Ruler 那种能单出能提供变量不同 ，Elk 是要搭配欧文洛的，所以标剧就很拧巴吧，有点拿起剑容易刺伤你，放下剑无法保护你的尴尬。标剧今年最舒服的阵容体系其实是打 WE 的这场，就朗姆配战士，但配的是中路的加里奥这样的伪前排，再加上能够兜底的霞洛，这把标剧它就是中期节奏雪崩，落后3龙加丢男爵，结果他们还是能在后期完成翻盘，就是因为阵容有容错了，又在他们的舒适区，所以即便劣势他们也能打得很舒服，属于是舒适区和 BP 完美结合了。可惜目前这类体系标剧的储备实在太少。实际上标剧现在是选手心态问题加打法结构问题加状态问题的多项结合，那真要说能聊上3天3夜，但即便标剧这样，我个人还是认为标剧在季后赛依旧极有竞争力。标剧的 BO5 的高容错加上本身就是拿优势的打法，在 BO5 就是非常容易压迫到对手的。气势队嘛，现在又上了北川，算是卡 bug 刷新蜜月期了。让2追3呢，放在其他队伍身上可能会被说啊暴露太多，但对于 BLG 这种极其依赖气势的队伍，他们反而可以拆成0-2，输了一个 BO3，但我3比0横扫了京东，所以优势在握。我呢也很期待季后赛他们和 IG 后续的这个 BO5。BLG 这个队伍呢，气势起来真的谁也不虚，但气势被打断，那真的打谁都虚。还是我之前那个观点 ，BLG 这个队伍左手的选择越丰富越骚，他们越强。如果左手没有空间，只能被迫选择一些所谓的版本英雄，那 BLG 其实就处在很难顶的阶段了。作为第2赛段的优胜者 ，AL 在第3赛段也是非常糟糕。前3个队伍其实很多事情都和队伍的结构打法有关系，唯独 AL 不是。他们最核心的困境就是选手状态下滑极大。在 MSI 和 EWC 期间，我相信 AL 是卯足了劲的，打得也很尽力，但终究是没能拿下冠军。所以第3赛段想求变更进一步很正常。相反呢，我们看Genji嘛，基本他还是第2赛段那一套，几乎都不用变，甚至 Canyon 到现在就是版本4个战士打野来回玩，偶尔歇子一下，根本不用做什么变量，因为人家夺冠了，他就是很能自信，自己的就是最好的。相比 AL， 他在这种此消彼长下，选手状态就不对劲了。下滑最大的无疑就是刚刚成爵的香克斯，自从那次辩论节奏后，他是一次 MVP 都没拿到了，而且发挥的非常糟糕。实际上，香克斯在队伍里的定位就是去年滔博的小奶油，你能拿对线就拿，然后中期发育起来就打团，节奏呢野辅能带。作为队伍结构来说，有 Kill 加劳赞的资源决策，有圣枪哥这个牺牲位和润滑油 ，AL 根本不需要香克斯做太多变数，你就团战兜好底就行。但不知道是见识了兜底魔王 Chalvi 后，有点心态转变不过来还是什么。第3赛段呢，香克斯给我一种我必须强迫自己自信的感觉，就有点用力过猛了，大家能理解吗？第2赛段，香克斯的场均死亡只有2次，是 LPL 登峰组里最少的。而第3赛段场均死亡暴涨到了2.8次，在登峰组里只比 Care 和 Scott 少。他甚至打出了单局死10次这样的2位数战绩，这对于主打运营、主打纪律性的 AL 来说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而香克斯只是表现最突出，不代表 AL 其他选手的状态也很好。事实上，就是第3赛段整个 AL 选手都打得不太得劲儿，不是说发挥的不行，而是感觉没有第2赛段到 MSI 的那股冲劲了。他们的底库阵容依旧是很有竞争力的，沙皇和飞机在第3赛段数据依旧不错，包括给 Hope 拿到轮子妈这样的团战大核时也有100%的胜率。但 AL 的前中期失误率已经比过去要高太多了。2比1翻盘 ，BLG 虽然是很关键的一分，但游戏内容上 AL 其实是远远低于我预期的。我不知道是舆论一直在说他上限不足还是什么，他们现在给我一种为了证明自己有上限，所以我得做一些不那么理智但能证明我有上限的决策。很多第2赛段不会做的指挥，现在 AL 也开始多了起来。要知道，在第3赛段几乎所有对手对于换线都有了足够的经验，此时 AL 已经没法靠对手的运营缺陷来拿雪球了。在这个基础上，那自然需要 AL 多做一些主动，但 AL 呢，在主动进攻的决策上，会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打架打得很急切，可资源处理又反而很懒散。不但他在，更贪发育。之前圣枪哥那种亏自己对位去硬帮团队的行为也少了很多。我觉得一定程度还是受了 MSI 和 EWC 的失利，让他们想要多做点新尝试。现在主流队伍他都在尽可能的回归选手们的舒适区，但 AL 就真的可能认为自己的舒适区上限不足，所以他想改变，想打得更丰富一点。但我觉得没必要。在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刻板印象威胁，就是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所属的群体被外界认为在某方面能力不足，他就会产生焦虑和压力，担心自己的表现会印证这种刻板印象，而这种焦虑它反而真的会导致其发挥失常，最终应验了负面刻板的印象。AL 呢就一直在被说C 位一眼看到头， C 位真的没上线，久而久之选手就想拼了命的证明这点，最终还真的变形了。
在第2赛段的上升期 ，AL 只会想着我要证明自己，你们是错的。可随着 MSI 和 EWC 的失利，他们真正看到世界的高强后，反而他们自己也开始在内心种下这种自我怀疑，所以越想要操作证明自己就越急躁。在第2赛段，香克斯有7次 MVP，Hope 也有8次，可来到第3赛段 ，Hope 的 MVP 仅有3次，而香克斯更是1次都没拿到了。即便被认定为队内大腿的劳赞和 Q， 实际上状态都没有之前好，反倒是圣枪哥依旧稳定啊。真要说质疑，圣枪哥一样被说很多啊，但他打的还是很坚定的，甚至打 IG 那场面对的晒，他贡献了非常漂亮的边线发挥。本质上是因为圣枪哥他有成绩，他有登顶的经验，对自己的优势区间足够坚定。圣枪哥有没有打得不好的啊？当然有，但他不会因为打得不好而影响到后面。所以 AL 我觉得现在的困境不是什么结构问题，而是他们对于自己能否走得更远这件事儿上不够坚定。他们不那么相信自己擅长的舒适区打法有足够的竞争力，他有夺冠的上限。这个坚定也不是说他比随便聊一下啊，我相信你们行，你们肯定可以，他就能坚定下来。再加上香克斯那次风波也肯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要解决没什么办法，只有赢下一场又一场的硬仗来打破自己内心的质疑。其实我觉得 AL 之前没赢，就是队伍的体系少了，他们的打法就是需要多熟练度、多体系的，手里的牌越多越强，但现在就有点丢弃自己长板。好在呢 ，AL 啊有足够充足的积分，有足够多的场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 AL 自己得弄明白，联动、战术设计、纪律性这些看似基础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立根之本。他们不要老想以强队自居，而是得以挑战者的心态去磨合和进步。现在就是不要想太多。其实 LPL 的前4在整体强度上没有本质区别，大家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但也都有毛病。也就是说，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竞技状态，前4的赛果其实还是会受很大影响。所以 LPL 前4的队伍的 BO5也是最好看的。可往下的微博和京东，他们就像 LCK 那边的 KT 一样，不能说没有实力，但和往上的顶部队伍 T1、韩华、奸几彼此之间那是有可背后障壁的。除了偶尔充电宝自爆一下外，大部分时间都是被吃分。说真的，心理压力也挺大。而 LPL 的前4，你不管配置结构奇不奇怪，但闭环它是完成了的呀。闭环就算有瑕疵，也能够靠选手肌肉去覆盖。而京东和微博就卡在选手有肌肉，但队伍的闭环无法达成。所以我们说京东和微博这2个队，其实你第一时间想不到他们什么体系特别猛，我们往往只能感觉到，哎，某个选手还可以，或者某个选手最近状态很差。那微博是很标准的缺乏终结比赛能力的队伍。这个问题说了1年，但目前没看到解决办法。光看配置来说，微博并不差呀，几乎都是成名选手。辅助换成刘青松后，队伍在滚节奏能力上突出了不少，拿优势对于微博来说并不是难题。但问题是他们在杀死比赛的环节简直一塌糊涂，整个队伍的结构闭环是冲突的，而教练组又没有妙招去把这种冲突结构给捏合起来。小虎、天、刘青松都擅长给队伍拿节奏优势，所以微博并不缺乏前中期的优势。很多局微博前中期打的是又合理又有节奏，可问题是没人能兜底，没人能稳定的接管团战。呼吸作为上单，他理论上可以成为微博的变量牌，他能出的英雄类型很多嘛，从大核心到前排到撑队伍节奏的线霸，理论上呼吸都能玩，而且呼吸对线强度也非常不错。但糟糕的团战嗅觉让呼吸没法成为带领队伍从优势到盛世的那一步。和阿乐那种我或许会送，但我也能带队杀死比赛不同，呼吸是很标准的，我很少送，但我确实也没法在对手不失误的情况下独 C 带队。当然，解散状态下的玄学泰除外。而微博尴尬的地方就在于，本应该成为兜底角色的 Light 这个赛季状态又非常糟糕，第2赛段就只有2次 MVP 了，而第3赛段更是只拿过1次 MVP。当然不能完全说明 Light 发挥不好，但微博这种重节奏、重运营的配置下，他拿到最多的 MVP 才能代表微博这个队伍处于一个正常的结构。而问题就是 Light 这个选手啊，实在太闷了，他不是一个善于沟通的选手。可队伍如果我要他来打的话，是需要他自己主动去沟通怎么做的。就 AD 位如果不擅长给反馈，队伍的团战阵型就一定会偏向上中野。你除非像21年 EDG 那样，队伍里本身就有很善于保 AD 的选手，否则正常情况下，你 AD 就肯定是跟着队友的指挥去进行团战。可问题是，那微博的上中野也没有兜底大爹啊，所以现在就是逼得小虎硬当大哥来打。就其他 LPL 强队，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些选手是打得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会出现队伍没人牺牲的情况。注意啊，会牺牲和能牺牲是2件事儿。但你只要能 C 比赛，你打得毒一点也能理解吧？但微博它就相反，大伙儿都愿意牺牲啊，但偏偏没有人打得很碎。他们最常见的状态反而就是我劣势了，咱就得抱团一起做事儿，拿节奏，这样团队会转嘛。但自己没发育呢，团战最终就没有能够依靠大哥，所以打大团微博真的差点意思。我感觉他们也知道自己团战强度不足，所以反而又格外的注重节奏了。微博的比赛其实看着真挺折磨的，运营呢其实很 OK， 换线什么的做的也还可以，拿到优势也会滚雪球，但在中后期团战的临门一脚
岛上真的太默契了，属于 LPL 的下线守门员，上线就真的只能靠玄学部分了，比如什么冒泡赛的小虎、解散局的呼吸这种。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季后赛版本呢，天他多了一张奇亚娜，这种能够发挥天 carry 能力的角色，能一定程度的增加微博在终结比赛上的强度，而且季后赛这类 BO5其实善于拿优势的队伍很容易占据心理优势，所以季后赛的微博如果能够有某个选手爆种，那么他们的表现还是挺能期待一点的。不过想去世界赛的话，我感觉靠季后赛直通是很有难度的，还是展望冒泡赛比较现实。那京东这个队伍，其实在之前周报我也表明过疑惑了。777的加入虽然能够增进队伍的话题度，但厂长作为教练带队的能力，我只能说懂的都懂。而小徐换阿乐 ，Missing 换 Wink， 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吧。京东在第2赛段的问题其实也是结构性问题嘛，那就是阿乐作为进攻型上路，他的一些团战嗅觉、一些纪律性问题会和偏运营打法的双 C 有些冲突。但阿乐在第2赛段他就大量玩肉嘛，我为团队硬练，就和丹尼硬让 Rookie 去打边线发育一样，虽然不舒服，但起码队伍结构完整了。所以从总成绩来看，虽然季后赛是被微博带走，含恨一轮游，但常规赛起码拿到前3啊，可以说还算是季后赛门票的有力竞争者。可换小徐和 Wink 并没有改变京东的结构啊，小徐也是类似的进攻型上单，他和阿乐可能有一些偏好和习惯差异，但团队结构是没变的。所以小徐加入后，你说打得好不好？我认为小徐的个人发挥非常好，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但和之前的 IG 一样，你就看着很累，就感觉一直在打明星球，最终的成绩还不如阿乐犯病的时候呢。京东的成绩也确实下滑了，从之前的第3跌到第6，甚至前4一场不赢。当然我知道会有朋友说啊，那你怎么不说说下滑的双 C 呢 ？Scott 糟糕的表现，各种掉点掉节奏，佩子也失去了第2赛段的兜底，输出效率暴跌，这些确实也客观存在。但我想表达的就是队伍结构的价值，就是用团队的习惯去弥补选手在状态上的波动。Scott 这个选手，他的打法就是注定要 C 要吃资源的，他今年的整个状态都很起伏，第3赛段更是突破下限，这个ID 我都不敢想象是他了。但他打法就是这样啊，你既然买了又不换，那肯定要做适配啊。但问题是京东也没有看到 Scott 的状态差，就让他像阿乐一样去非舒适区为队伍结构做奉献啊。小徐和作为刚加入的选手，发挥真的可以了，可依旧还是京东打得很别扭，有点不知道让谁舒服的感觉。所以作为节奏点的打野勋，其实打得也很迷茫，在结构上他们还不如第2赛段清晰呢。当时京东起码是我一定要让双 C 舒服，即便阿乐他不舒服，所以第2赛段佩子无论是数据还是发挥都很爆啊，因为底子打给你了。但第3赛段京东整体开始迷茫后，他作为经典韩式 AD，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打了。来第2赛段他就还有点迷路的问题，第3赛段劣势已经跟队友不在一个节拍了，所以京东想要走更远，不说别的，先建立新的结构吧。比如我现在我就打上野了，我就要勋和小徐来做大 C， 中路状态第1名，你就玩个工具人，然后下路我自己挂着让卓哥游走，你起码有套底子，打起来还坚定一点。目前来看，京东想要进世界赛确实是压力最大的了，他们能够2-0逼出 BLG 的北川，证明个人实力是没问题的，但被追3也说明了队伍结构真有问题，只能说厂长赶紧来点锦囊妙计才行啊。那本期的内容就聊到这里了，季后赛这周已经开打，今年到底是好是坏，就得看这个夏天几个队伍最终的表现，具体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各个队伍的发挥吧。那我是袁某人，喜欢看 LPL 比赛的观众可以关注一下我。那下期呢，也是我的第1期充电视频，是关于 The Shy 的游戏智商这块的一个分析。虽然是充电视频，但因为我在试水期嘛，所以那一期我也会把时长大部分都免费，大家可以先点一下预约，看看那一期的视频内容合不合口味。我能保证的就是视角绝对全网独家，绝对干货。那我是袁某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